喂，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老范读评，每周三固定节目，有几个人？好，8个人，挺好。这个看来大家不是很喜欢读评节目啊，是不是应该，嗯，让我去发一个5个人，好吧？去发条推特，直播开始了。今天是27号吧？没错，直播开始了。然后到 Discord 里头吆喝一声。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然后稍微等一下。好，这里晚上好，晚上好，有人到了啊，Tanker，周三与陈一发撞日子，看了半个小时，去陈一发那儿报道。好吧，这个我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啊，这个看看还有什么。那么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程序员职业正在消失。有人说了啊，我觉得，都特别逗啊。AI 是谁整出来的？程序员。你觉得一群高智商收入的人会自己发明一个东西取代自己吗？都是瞎操心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这个原来讲说这个商人卖出去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绞死自己的绞索，对吧？这个程序员怎么就变成高智商、高收入人群了呢？这个程序员确实收入其实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统计里边都不算低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智商真的不一定高，程序员做出一个自己搞不定的东西来太正常了。我们天天写的东西叫 bug，对吧？这个所以不要太觉得程序员就不会做出干掉自己的东西来，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再往后啊，程序员职业正在消失。说如果 GPT 机房炸掉了，是不是以后人类就不会写程序了？这个事情呢，首先啊，这个朋友其实留的留言很长啊，但我实在是看不明白，因为呢，他每一行写完了会折行，然后写了非常非常长一段，然后我觉得就取其中一段吧。但是大家注意啊，以后写留言的时候，尽量写的言简意赅一点点啊。这个写了很长很长的，这个写的像这种诗歌一样，不停的换行这种，我实在是看不明白，对吧？也没法跟大家念出来啊。但是他这个讲的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 GPT 机房如果废掉了，是不是大家以后不会写程序了呢？这件事情其实，要讲2个故事啊。第一个呢，说确实如此。人呢，其实一直是这样。你说现在，比如说把我们放在荒漠上，我们会冶铁吗？我们会织布吗？我们会种地吗？其实都不会，对吧？更不要说造汽车、盖房子这些事情。这些城里长大的这些小孩谁会干这个事儿？所以人他就是这样，他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对吧？我们是依靠社会来生存的。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呢，叫地弱代偿，就是每一个人呢会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一代一代的往前走，每一个人的能力都会下降，不断的下降。然后呢，这个整体社会的能力会上升，对吧？以前这个一个人既会打猎，又会种地，还会盖房子，这些人是原始人。你让他登个月试试，对吧？咱们现在能登月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呢，单独一个人出来都是废物。所以以后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 GPT 机房废了呢，我们就确实不会玩了啊，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是会比较大的。
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端到端，越来越多的黑箱系统出来，对吧？那么离开这个东西以后，我们确实就不会玩了。啊，这是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故事呢，是这一次在日本，金子睿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也是很震惊我的一个故事。什么呢？他说日本的汽车厂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就是它会专门有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上这个车呢，是完全手工制造的啊，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就是一件一件的去敲出来的。然后这个生产线呢，每天也在生产，就是生产效率很慢。然后呢，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也非常非常高，就是拿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汽车，你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盈利的啊，会亏死你，啊，很多的老师傅会带着各种学徒、各种的这个人在这边去造汽车，而这些造出来的车呢，也会被放到市场上去卖掉。就是你去买日本车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哪辆车是从正常的这个自动化生产线上下来的，哪辆车是在这种全人工生产线上下来的。而这个全人工生产线下来的车你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人工造的，对吧？后来就问人说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呢？这个日本车厂的这些老师傅们就说了，说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种子，让我们离开了这些机器，离开了这些自动化设备之后，依然可以造出汽车来，而且可以造出跟原来一样的车来，对吧？然后这个是很震惊我的一个事情，我说这是日本人被打仗打怕了嘛，对吧？这个，但是你说他这种方式，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肯定有，对吧？你要去做一辆汽车，你就要知道它从最原始的方式怎么做出来的，而且它不停的还在生产，就是你只要是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在生产，它就会一直在生产，对吧？这个不惜工本，对吧？在这点生产，然后它要保证说哪天哪个机器坏了以后，我们依然可以造出来。而且造出来这个车你分不出来，啊，这个是一个蛮震惊我的故事，啊，这个特别是这个以后啊，AI 都是去写程序了，那么离开他们以后，我们到底还会不会写程序？可能你说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下日本人这种精神吗？我反正自己没太想清楚啊，有可能是需要的。好，我看看大家在说什么，有77个人，好吧。这个量子电脑是否也需要 code？当然需要了。现在的 coding system 是否可以通过用于量子计算机？啊，是不行的啊。这个，但是量子计算机是这样，就是我现在并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成熟的，就是完全可以去可编程的那种量子计算机啊。现在的很多的量子计算机实际上是在通过做物理实验，或者说通过这种，一种观察现象来去进行计算，对吧？它等于就是说我把大量的这个量子扔出去，然后到那边去数数，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一些我们原来解不开的题，对吧？它搞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但是现在据说是已经有一些可编程的这个量子计算机了啊，但是我在这块并没有特别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事情，就不跟大家胡说八道了。对，但是量子计算机肯定也是要编程的。陈一发怎么能跟范老师相提并论？对呀，人家大美女，对吧？这个周二故事会，谁说不喜欢看读屏？话不要乱说，好吧？这个人少嘛。欢迎范老师多讲讲日本的小见闻。这一次旅行有没有那种啊哪种啊？这个肯定没有了。这个我们就是很好的去做了一些商务上的沟通，对吧？这个我是准备整理一下吧，比如周五看看是不是跟大家去录一条这个日本为什么失去了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然后呢，以及这个在日本应该如何应用大模型。我现在还在想，就是这两个话题到底哪一部分放到付费频道里，哪一部分放到这个公众频道里啊？回头跟大家去讲一下。此次日本之强，那种不知道放在哪一集讲，但是个人感觉很有趣的小故事啊，这个是蛮多的。因为这一次其实跟这个金子睿还有跟那个很多在日本这边的朋友做了蛮多沟通啊，然后这个有些呢其实适合放出来的就在上周三的这个直播里头上午直播放，然后有一些呢。他们要求下午不要再直播了，可以讲一些别的话，然后就没有再直播。
啊，有些是可以去说的啊，但是并不是所有都适合说。这个，回头我整理整理，肯定是听了非常多的新故事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神的事儿，这个我在日本也是见到了很多网友，大概做了一次线下聚会嘛，有24、25个人啊到现场来。然后呢，这个我们拍了合影，合影也放了 Twitter 和这个YouTube 的这个叫社区放了帖子。然后到我回到北京以后，突然有一位朋友找我说，能不能把他的脸遮起来？然后呢，我说这个事情呢，第一就是说我们拍合影，对吧？这个本身它就是为了来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上午去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我挨着个问了，我说你不方便出镜，你就不要上直播，或者你可以戴个口罩来上直播，对吧？我说你直播都上了，这个合影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不，我就是要坚持这件事儿。后来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你这个，呃，给我一个这个处理好的照片我去这个重发一下行不行？啊，他说你能不能把原来改了？我说改不了啊，这个甭管是 Twitter 也好，还是这个 YouTube 也好，它不是我们家做的，这个东西我没有能力去改上面的图片，就是发出去就发出去了，对吧？那么我可以就是说你再给我一张打了码的，我再给你发一次，这个事儿是可以的。然后呢，顺便也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啊，这个因为啊，他在微信里联系我，加了微信，然后他也没有这个叫做什么呢？没有这个就是特别备注谁是谁，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其实搞不清到底是谁要求我去把他的脸打码。我说你再给我一个，然后让我认认是谁。结果他就放弃了，他说算了，啊，你既然这个什么阶级压迫他或者什么样的，反正给我扣了一堆帽子，然后我就不再提要求了。然后还跟我说啊，有人这个大老远从大阪啊花了几万块钱来看你，你怎么能够这么这个什么嘛？因为从大阪来看我的人我认识，叫扎库，是原来我们从那个清迈一块做这个培训班一块做这个 YouTube 培训营一起起来的朋友。然后我就马上艾特他，我说扎库有人在拿你做这个什么了啊，做这个道德绑架了。然后这个反正非常有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反正首先我觉得是我自己有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不能默认大家也愿意上直播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放到 Twitter 上，放到这个 YouTube 上啊，这个我事先应该问一句啊，这个事儿是我的问题，首先要道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讲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也请大家理解啊，就是这个所有这些系统它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你一旦发出去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你再想追回是追不回来的啊，这个事儿要讲清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下次比如说不希望去做这个合影，然后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就可以不要来，对吧？这个我们合影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在现场的人是没有参加的，对吧？他们不希望去出镜，这个事儿就是也不要给其他人找麻烦。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要去道德绑架啊，上来以后说啊你。这个我们来看你，然后你就这个拿大牌什么的，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啊，大概是这么个事情，也算是这次去日本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是谁啊，这个晚上好啊，晚上好，丑比是我吗？好吧，老范去了东京再回来，会不会感觉北京街头女性面孔人造，口味特别浓？其实还好吧，因为我其实不太去这个关注别人到底长什么样子。网络乞丐什么东西？陈一发是谁啊？陈一发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我也很喜欢啊。陈一发是一个假装有知识的变相荷尔蒙直播变体。我自己是女的，我嫉妒她，所以这么多，好吧。陈一发是曾经直播界的顶流，也是被封杀的，是这样的。这个搜一下陈一发唱歌的美女，怪不得是这个，基本上都碰到了大 V。后来酒馆也都没二轮嘛？什么叫酒馆二轮啊？好啊，我们继续。这个董明珠提案家电强制报废这一条啊，这是其实比较早的一条，有人提了个发了一条这个评论说，为一己之力，董明珠已经不要脸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啊。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作为一个个人也好，我们不为自己的私利去做奋斗，难道为脸吗？为大局观吗？对吧？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嘛，对吧？那些号称说我为了脸、为了大局观、为了道德的人，反而是这个男盗女娼或者各种的虚伪，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卖电器的，你希望大家多买点电器，你总比这个卖电器的出来喊我们遥遥领先这事儿强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董明珠这事儿干的一点毛病没有，对吧？你卖电器的，你就希望报废了以后大家买新的，这有什么问题嘛？对吧？以前都讲说这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上这个，呃，历史课还是上政治课讲说啊，这个资本主义啊，罪大恶极啊，他们喊的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说这个我们从小都是学的这个啊，就是资本主义最坏的就是这个，他们说人人都应该为自己。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你不为了自己，你为了谁？任何忽悠我去顾全大局，任何忽悠我去不计任何代价的这些人，对吧？他们本身就是坏人，对吧？不顾全大局，我一定不在大局里头；不惜一切代价，我一定是那个代价。所以我觉得像董明珠这种，我卖电器的，我就忽悠大家买电器，这是最好的事情，对吧？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董明珠提案了让家电报废，就觉得董明珠怎么不好？你如果觉得这样的话，是你自己有问题，对吧？这个鸡蛋灌饼你是积极不辣，这个大家晚上好。对，我想问个问题，日本没有什么领先的 IT AI 公司，也没有先进的互联网产业，为什么很多资本都对日本搞半导体充满信心？老范这次去日本有考察日本 IT 这方面的东西吗？我呢肯定是对日本的至少软件这部分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想啊。但是这个就是半导体这块确实不太懂啊，没有去。酒馆二轮就是喝完一顿之后再喝第二件啊。以前日本同事们一晚上4件啊，一直喝到整条街打烊，而且还是女性，但是好像他们觉得也很正常，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酒馆好像是，多长时间你必须要换桌啊，必须要换人啊，所以他就必须要一轮一轮接着往下喝。确实有喝到3轮，但是4轮呢，真是有点过分了啊。发姐还是不错的，啊，算是真性情，对，我也蛮喜欢的，所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喝完2轮还可以撸个串儿，不是他们就是不停的喝酒，啊。老范陪我开车，行，没毛病。董明珠是想借国家机器破坏公民权利，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反正他是卖电器的，他就好好卖他的电器，对吧？不要喊遥遥领先就行了。再往后啊，这个是辛吉飞被打假，这个也是比较早的一条了。这个特别是在315以后吧，大家就觉得这帮人啊，这个你们这些打假博主，包括这个疯狂小杨哥，包括这个呃这董宇辉啊，东方甄选都是在卖一些什么槽头肉啊，卖一些这样的东西，淀粉肠啊，所以现在等于整个行业已经被315干掉了啊。有些人就说有道理啊，他把海天祸害了，把勤恳老实的路边摊祸害了，然后理应也被那些被自己利用的规则反噬一下，利用的都是同一群信息量不足、容易被煽动的人。这个事情呢，之所以把它拿出来念，是因为，也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中国现在的状态呢是，大家是挣的是流量生意，大家都希望挣这笔钱。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我去这个选品啊，选到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槽头肉啊，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淀粉肠啊这些东西，对吧？其实呢，也都是有国家检测通过的这个证书的，没有任何一个他们卖的时候说你这个证书是不完整的。但是现在出了问题以后，对吧？就把整个行业干掉，然后就把这个卖东西的人干掉，而这些给他发证书的人，对吧？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这个我觉得这个
就不对了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鼓动群众斗群众，对吧？干坏事的永远不是青天大老爷，是你们下边这些无知的，或者说是这个叫做什么普通的这些人民众无知群众，然后呢没有去很好的分辨，然后被这个蝇头小利所去诱惑，对吧？他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整个的问题的核心还是体制制度和这个发证书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原来是郭德纲有一次去讲什么呢？他那时候卖那个叫藏秘排油一个药，后来被央视曝光说你卖假药这个他反正也是搞得很不愉快嘛。后来郭德纲有一次也是在相声里讲说这个藏秘排油，他说我有能力去鉴别这东西，我没能力。对吧？我能看的是什么？他所有的证照都齐全，对吧？所有该卖药的这些证书都完整，这是你国家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能力去鉴定，对吧？他说我还自己去吃了他那个藏秘排油，说吃完了以后我确实瘦了，我也确实有这感受，对吧？我就出来给大家做这广告，对吧？你说最后你说我是个卖假药的那些给他发证书的人屁事儿没有，对吧？他最后搞成这样，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什么315晚会对吧？这个打假人所有这些事情，你咋不去打那个发证的人呢？对吧？你咋去打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就是天下这个受苦人去难为这些受苦人天天干这种事情，这个也是很无聊的一个事情。这个老范国内自媒体被封过吗？没有但是我国内自媒体也没亮，因为我从来也不在上头说什么，这个没有这种经历。我向来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封我呢？关于315打假，我要说个悲惨的消息，就是河北瘦肉精羊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但是你说你河北瘦肉精羊肉，他给他们发证书了没有？羊肉放瘦肉精好吧，看来以后吃羊肉要小心一点了。但我们好像买的都是内蒙羊肉很正常冷丁一次打假可能是偶然的，职业干打假盯着行业排头兵去打，没有变现动机，我是不信的，我也不信。这个藏秘排油已经是郭德纲的常用梗了。是的，老范晚上好请问对日本发展 AI 机器人时的看法？觉得日本工具界工具界是什么意思？很强软件就不知道了。恳请教看法这个你这个是请反正这个话说的很怪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会这么讲。日本呢是这样就是它的硬件确实是很强就是它比如说做这个电机，做传感器，做 CCD，做 CMOS，做各种的这种零部件的底层是很强的到目前为止，可能中国还是包括可能全世界它都是最强的。但是软件这件事情，特别是大模型这件事情，我现在在日本期间我也搜索了一下，然后也请这个当地的朋友帮我去查了一下，日本基本上属于没起步，就整个的 AI 这一部分日本就没起步。这个因为这一块呢是真的需要大量的算力，而且大量的人，而且是最顶尖的人去搞这个事情。现在呢，其实在全世界做大模型相关研发的人，可能华人是占接近一半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事儿，甚至有可能超过一半然后就算是这个不算华人，就是都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籍就出生的时候是这个国籍的这些人，大概占47%。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说，它整个日本的这种薪酬体系和它整个的这种分配体系，它没法支撑这件事情。你做大模型的人一年挣个几百万人民币、3、400万人民币，它是个很正常的事情。而日本自己的薪酬体系，它就不支持这件事儿。你挣到这笔钱全收税给你收走了。对吧？而且你一个大模型公司，你如果大厂做，那么它其实是比较难做。像谷歌其实做这个东西很费劲，因为它怕丢人，苹果也没做出来，对吧？你让日本比如说大手企业自己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那个叫 Lineworks 自己是做这个东西，
但是根本就做不动，对吧？他自己里头大量的项目还是靠外包，靠这个 IT 派遣，他咋干这个大模型？不可能的嘛。然后你说我要做创业企业去做大模型，它日本整个的这个税收体制，日本的整个的法律体系，它就不支持创业，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在日本做 AI 大机器人这件事情呢，可能最终比如说马斯克的机器人这个擎天柱，这个叫做包括波士顿动力的这个狗，然后呢这个 Figure AI 的这个 Figure 01啊这样的所有的这些大模型，这些机器人里头，电机可能最后是日本人的啊，这个传感器可能是日本人的，但是那个最后那大模型，只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或者是中国人的啊，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啊，如果日本说我自己想去做这个大模型这件事情来说，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的这个商业架构体系，否则根本没法做。陈一发以促进大家刷礼物为导向的场控做的炉火纯青的，说明他智商、情商都是一流。是的，这个情商我基本上等于零啊。哎，你们是不是都给我点赞了？咱不敢要求刷礼物啊，都点个赞去。对，这个315不过是打假而已，仅比春晚好看一点，好吧？这一次日本有没有这个培训界的朋友啊？倒是，他们的补习班也是孔子文化圈优质的存在，感知如何？我这次其实到日本呢，是碰到了，日本的一些就是教程序员日语的这种人，啊，但是我并没有碰到老师啊，我是碰到在学的这个学生来了，啊，也是抖音的一个大号，然后就忽悠人到日本去学。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是国内的程序员，你到日本去开始学日语，学会了以后参与这种叫 IT 派遣，它确实是一种出路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并不建议大家说，哎，我是程序员，我们就冲过去搞这件事情，因为不是谁学日语都能学得好的啊。这个所以最好是什么？就是在国内先把日语学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参加一些考试可以考过了，然后呢，你再去日本，对吧？这样他就会有的放矢的多。当然，也有些人说我不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就学不会，对吧？我就一定要买张机票啊，办个学签，还交个可能几十万，然后到日本的培训学校里头开始学日语，啊，不这样我学不会啊，也有这样的人。这个事儿呢，反正这个啊，冷暖自知吧，对吧？这个但是孔子学院的人确实没碰到啊。哎，这个金子睿啊，感谢这个分析的对，我们一起找机会。但是 AI 这个事情，这个就不是一点小钱能搞定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没有上亿美金，这个事儿基本上没法动啊。现在国内的所有听着点响动的 AI 相关的，就是真正从大模型开始做的公司，基本上手里边的钱，就是不是说估值啊，就是手里融到的钱都超过10亿美金了。所以这个事儿是比较真的是比较贵啊。学过日语的感觉学英语难还是学日语难？我英语也不好，日语也不好，没法给你做这个评价啊。好，我们继续读评。这个上期读评里头有一位朋友啊，给我留了一个言，说996这个东西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日本90年代经济好的时候，各种996、007过劳死、加班死这些词都是日本传过来的。现在经济没有那么好了，开始严格执行劳动法，加班是因为有盼头、有希望才会去主动加班、主动卷。这个对照国内互联网高速发展期，就可以看到现在经济不行了，这个996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00后整顿职场，各种躺平。另外，关于 Facebook 这类 SNS，他们都是会背着本国的道德包袱的，就如同外企在中国开厂，需要遵守一定的人权标准的。如果老扎遵守中国的审查制度，那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在想自己国家的
会不会也有这种审查制度啊？毕竟先例已经开了。这件事是两段啊，第一段呢是说996和007这个事情，看来这个，哎，我记得我九几年去98年去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人确实会加班，但是加的并不多。当时的因为我是 JVC 一个产品的中国区总代理，然后呢，我去了 JVC 八王子工厂，然后他们给我讲的是这样的，说你加班呢，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申请。然后呢，这个你一旦申请加班了以后呢，你的 team leader 会去决定，觉得你可能平时上班不努力，然后把事情拖到加班去做，因为他会去评估说，我到底给你多少工作，对吧？然后这个加很多班其实并不是他们所鼓励的一个事情，这大概是98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日本的这个员工呢，确确实实是加班啊，但是他们可能加的也不是很晚，加完班以后，他们还要跑到这个地铁站楼上去喝啤酒，当然他们不是喝啤酒，他们是喝这个清酒和烧酒，对吧？然后一直混到1、2点钟回家啊，这个他们混到1、2点钟回家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喝酒去了，并不是加班去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国内呢，现在其实依然在卷啊，这个并不是00后整顿职场，确实有00后。但是呢，通常这帮人还是被职场教做人了，因为90后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说他们在整顿职场，现在不是也都这个适应社会了吗？因为他总还是要生活，总是要去结婚，要有孩子，要开始有家庭负担的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吧？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躺不平啊，这个你真躺平了，可能就不会再去这个上班了啊，他可能就回家待着了。国内呢，就是劳动法是就说了啊，也有，但是执行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这个至于 Facebook 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谷歌、微软当时呢都在中国有业务啊，苹果也有，然后苹果是退出过一次中国的，但是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电脑卖不好，然后呢，谷歌退出中国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算了一下，他说这个遵守这个法律或者遵守相关的规定的这个成本实在太高啊，不划算。然后呢，Facebook 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它遵守这个特殊审查制度的这个成本实在太高啊，不划算。至于跟这个道德呀，跟这个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担忧啊，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啊。这个先例其实没有什么先例，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都要遵守各个国家的法律。你比如说谷歌，在中国，你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词，一些特殊的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允许它搜出来，不允许出现在搜索结果里。德国所有跟纳粹有关的事情也不允许出现在搜索结果里，对吧？还有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要求，谷歌就会在每一个国家去说，哎，你们要求什么，我来执行就好了，对吧？之所以中国的不行，是因为这个中国的那个变动实在太快啊，或者说我们可能每天都会下发大量的这个关键词让他去封锁，而且不告诉他为什么，也不告诉他什么时候解开，对吧？搞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谷歌觉得我去遵守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累了这个挣不出这么多钱来啊，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东京直播是上周五的，在东京这个优贝办公室里做的直播，有人就讲说这个东京2万人民币还要养老婆孩子，这是过得非常紧张的，就算勉强养得起，月末也基本上没有留下了，而且日本养老金比较低，不存钱老后就麻烦了。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就是钱多钱少这件事儿呢叫丰俭由人，对吧？你说我就愿意便宜穷着过，那也没什么毛病但我很开心有些人说我愿意富着过，对吧？我一定要多挣出钱来也没问题，你努力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去讲说这个多了那个少了这个没有什么必要。至于存钱这件事儿呢，也是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你只有是这个社会很动荡的时候才存钱的，对吧？谁往家里存一堆黄金，那是那个时候犹太人会干这个事儿，对吧？现在大家这个经济都挺好的，这个稳中向好，为什么要存钱呢？这个以前你像我们去笑话美国人月光族，笑话美国人信用消费，然后把这个明天后天的钱都花了。咱们现在不是要求你掏空6个钱包来买房吗？对吧？这个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还羡慕人家呢。至于养老金的话，这个你说最后不够活了或者怎么样了，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好多日本的这种我原来听的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到退休了以后，发现这个钱都被老婆造掉了，因为他们日本好多是老婆在家嘛，男的只管往家里放，放钱，结果等退休了以后发现钱不够了，对吧？这个情况是听说过的，这个反正我觉得总还是能过得去吧，就是他这个养老金肯定不会让你去露宿街头啊，这个日子可能会过得紧巴一点儿，这个我觉得日本养老金你跟中国养老金比起来，你就乐吧。你在日本啊，没有，现在已经回到北京了啊。学英语的时候觉得日语容易，学日语的时候觉得英语容易，就这个难度，好吧？这个很棒，必须是日语难啊，它的文字读起来和汉字混淆，脑子里第一反射是中文念法。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一次我们在东京见面会的时候，有很多正在学日语的小伙伴，他们说，学日语最大的困扰就是被汉语所干扰，对吧？你看了以后，然后这个就读不对了。我来说两句关于日语跟英语的比较。英语和汉语都是主谓宾语言啊，我们的语法结构是一派的。日语跟法语一样是主宾谓语言。例如，我你爱，而不是我爱你啊，这样嘛，好吧？不要为日语当中的汉字迷惑，其实他们的语言的根儿底下，啊、跟汉语就特别不同的。这个倒是很奇怪啊，哎，不知道韩语是不是这样？日语的语法结构极其复杂，最近我也才学有点感觉，好吧，努力。大家觉得日语简单，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读音系统是，辅音加元音，而且字符读音固定。英语的拼读不讲武德，所以很多中国人抓狂。对，好像法语就是拼读是固定的，就是你只要是把字母都列下来，它这个读法是确定的。但是英语确实这个不同的，就是同一个拼法是不同的读法，这个是很烦的。学语言其实更推荐是打一个小小的底子，然后依照母语的方式来接受，否则脑子里总要有一个转译的过程，哎，这个不那么容易了。发音是一方面啊，它内容太复杂了啊，太混杂了。汉语词、河语词，这个叫什么丁宁体，这就不认识了啊，不了解，各成一套体系，好吧。1000个人有1000种学外语的方式，但成年人能学会新外语的一个特点就是意志力极强。哎呀，这个说的我很痛苦啊。老范，你把这个座椅背后的头枕去掉了呗？这个去了之后，虚拟桌面就完美了。其实没去掉，还在这儿。我只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发现我只要不靠着它，它这个离它稍微有点距离就还可以。然后呢，这个因为我这个椅子，其实这椅子后边这头枕是后加上去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是怎么加上的了，所以我本来想把它拆下来的。这个椅子是很贵的啊，因为是这个椅子是赫尔曼米勒的，这个赫尔曼米勒这款椅子实际上后头没有头枕，这个就是当时我手欠就买了一个，就给它加上了。这是什么？不认识。我特别喜欢英语，日语我在多邻国上学了一段时间，实在坚持不下去。这个喜欢学外语的人还是很厉害的啊。鸡蛋灌饼在秀法语，好吧，法语咱就不认识了啊，不跟你们费劲了。好，再往后，理想 Mega 翻车啊，这个新能源是趋势，油车再怎么抵抗也迟早要没落，就和当初的柯达是一样的，油车已经到上限了，而新能源车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呢，我倒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油车其实现在离最终的终点其实还非常非常远，而新能源车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马斯克的大力出奇迹，对吧？他用非常大的力量去进行了推广，
而且呢，也再加上前面可能有这么10年左右的各国政府的补贴推广，再加上这种碳交易和碳税这样的东西，其实马斯克最早挣到的钱就是特斯拉收到的碳税，对吧？那么整个这套体系，然后让新能源车起来了。现在呢，西方说我这个新能源这个事儿要稍微缓一缓，所以新能源车未来到底怎么样，其实不好说啊。再往后啊，是这个我有一个帖子说儿子18岁过生日，今天有一位朋友说了，说今天突然很腹黑的揣测老范，老范总说他想移民，试想一下，老范这么一个民族情怀的人，一旦到了国外，面对各种不适应，一定会天天把帝都多方便多热闹，我天朝多勤奋多王侯将相挂在嘴边啊。所以结论就是老范最后肯定不会润。这样来回想啊，这次见面会的观感更加确信了，好吧？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我呢肯定是有一定的民族情结，这个事儿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原来说我是一个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一个人，对吧？但是呢，我这个人也有点随遇而安，就是走到任何地方，其实我是愿意去发现当地的美好的。是吧？当地的人民很美好，当地的人文很美好，当地的自然风景当地的美食，对吧？都很美好，这是我的一个特色了。我在帝都生活的也蛮滋润，然后去上海、去深圳去清迈、去新山、去各个地方，我都觉得挺开心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包括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走到哪儿，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要去发现它的美好，对吧？这个才是这个我要去看的东西。当然，至少我觉得中国人确实走到哪儿都是最勤奋的一帮人啊，这个事儿我是相信的。至于王侯将相这件事儿呢，这个你知道王侯将相后边是叫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性吧，这个也是我喜欢的一点，对吧？这个我觉得我走任何地方都不这个妨碍我去思考说这个中国人有多勤奋、多聪明多勇敢，然后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件事情，对吧？这个是可能是我的特点跟我具体在哪儿是没关系的。至于到底润得掉润不掉这个事儿呢，这个只能说在努力这个你说最后真没润掉，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没办法。对，我看看这边跟欧洲其他语言比起来，英语确实是最简单的，没有阴阳也没有很难理解的时态。好吧，油车不代表落后。对，目前的新能源车不一定就是未来，这个我是同意的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我们更多的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商业趋势，跟技术本身没有什么那么大关系。除了明确能分公母的其他东西，磁性到底是啥是阴，啥是阳，法国人自己也闹不明白，挺好的，让他们自己慢慢折腾去呗。再往后是周日装药盒的这个节目里头有人在说了，说恭喜老范发现了日本饮食的本质。日本普通工薪阶层饮食就是碳水加碳水加高盐加油炸，营养极其不均衡。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日本人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各种的养生里边去，然后呢，也被各种 PUA、各种的这个去这个风潮吧，他们都在跟。然后呢，日本人吃的东西反正确实没那么健康但是呢，他们第一个好像吃的量比较少，就是各种东西其实离开用量谈这个功效都是耍流氓嘛，所以他们吃的量并不是特别多。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食材的这个质量、健康什么或者说品质保证这块儿可能还是要比国内要好非常多。就是国内呢，可能很多的还是就是吃的食材本身有问题这个并不是你到底吃哪一种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日本人还是运动量要稍微大一些这个我在东京，他们反正四处坐地铁走来走去，这个还是挺挺那个运动量挺大的。这个再往后这个还是装药盒这期，
说日本水果蔬菜都很贵，而我们被媒体洗脑了。其实很多蔬菜水果里面含有一些对人体很不利的东西，比如草酸，大量长期服用是有很多害处的。水果、蔬菜、坚果都要适量，千万不是越多越好。他们的饮食除了新鲜，还是有很多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如纳豆啊，长寿原因还有他们的医疗发达啊，据说每人每年都要做全身 CT 检查，这个我觉得全身 CT 这玩意儿也没必要吧？对，但是他们医疗确实是比较发达，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看看啊，关于电动车的看法，Jeff 就和老范完全不一样。Jeff 觉得电动车就是未来，而从中国这个电动车卷到极致市场中杀出来的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会有对手的。所以 Jeff 说，从长期看，中国电动车在海外市场还很大，传统车企无法承受中国电动车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他们现在肯定也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这个各国政府还是在想办法，还是在想办法。汉化英语，Long time no see 是这样的，广东人带去的是吗？还有点心等，点心是什么？好啊，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这个有人说啊，我觉得润日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离国内近，家里老人有需要很快能回来。但是生活水平比美国差很多，工资太少，束缚太多。美国裁员多，但是再就业机会也多。最近刚被裁，失业保险一个月$577，觉得够用了。可以先休息6个月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美国失业保险有这么多吗？而且可以一直让你领下去吗？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在美国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说。其实我就是怎么说呢，没听过日本人抱怨说他们生活比美国差，但是我听到过香港人和新加坡人抱怨这件事情。他们抱怨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做的贡献、做的销售额不比美国员工少啊，当时也是我们在波兰的时候干的活。而我们挣的钱、工资也不比美国人少，但是美国人可以住大房子、开大车，然后出去野游，野炊可以出去玩去。然后这个新加坡和这个香港都是很小嘛，房子都很小，然后车也很贵，对吧？然后也没什么地儿去玩去，这个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啊。再往后，这个第三方支付啊，这个支付宝不是学 PayPal 吗？怎么是学日本游戏公司的？这个其实我那天说的不是那么清楚啊。这个真正拥有这个第三方支付，这个叫做什么专利的，不是个游戏公司啊，是日本还是一个挺有名的公司，叫 NTT，叫日本电通。然后呢，它叫 Nippon，呃，应该是可能是Telegram，不是 Tele，反正是这种 television 还是什么，我忘了啊，我忘了中间那个词是什么，然后最后是 Technic，但是日本电通啊是他们公司拥有的这个专利。然后呢，但是拿这个专利，他们最主要是用来干嘛呢？用来这个做游戏服务的啊。所以我后来讲他们是一个日本游戏公司，其实这是不对啊，日本电通的。然后呢，他们在国内起诉过这个支付宝，对吧？后来这个官司我忘了是怎么打的，结果是什么了，反正他们起诉过。然后呢，还有一条是老范到底吃啥了？怎么听上去不像日料大餐，都是普通的定时啊，没吃到好的吧？跟大家讲讲是在日本吃了什么啊？吃了这个叫做什么烧肉啊，烤肉啊，这个就是和牛烤肉吃到了。然后呢，吃了拉面啊，这个吃了这个鳗鱼饭，吃了我想想啊，这个叫什么东西，也吃了一顿寿司和生鱼的自助，然后吃了
这个螃蟹的这种海鲜火锅啊，然后吃了这个好像还吃了什么烧鸟啊，烧鸟也吃了。这个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了吧？大家告诉我日本还要吃点什么呢？对吧？纳豆其实我能吃啊，但是不是那么爱吃。然后这个可能我想想，天妇罗，天妇罗在自助餐里也吃了，或者说我看到了，然后实在是没有肚子吃了，在自助餐现在这个肠胃已经不是那么支撑我去吃自助餐了啊。我现在可能努力的把我爱吃的三文鱼搞掉一些就可以了，其他的其实也就吃不太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在日本，把我心目中该去吃的东西都吃了呀，对吧？这个，如果你们觉得日本还有哪样东西是啊特别特产，然后我没吃着的，告诉我，下次再接着去吃，或者我在北京找这个相应的馆子我去吃去。姐夫的角度完全是看报表啊，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当下市场的反馈，但对于未来的走向，姐夫的看法未必准确。其实对于未来的看法呢，谁的看这个都不一定准啊，咱们都是在拍脑袋吧。这我要是有这个对未来这个看得很准的能力，我就不坐在这儿给大家录节目了，我直接出去买彩票不好吗？$577够用吗？那应该不是纽约啊，就算是 LA，一个月$1500和国内3500人民币穷的一样。一个礼拜577，一个月得有2000多了啊，这个怎么能是1500呢？这个数算的不对，一个礼拜有4周啊，一个月$577，我家一个月的水电、燃气费正好够了啊，加上网可能就不够了。人家是一周啊，不是一个月。好，我们继续。Group One 开源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开源的受益者是神秘国，既然神秘国不能练出自己的大模型，只能要求马斯克这样搞，啊，为什么要 OpenAI 开源？是神秘国命令而已。这个朋友的论调很奇怪啊，这个，我觉得这样就是，呃，做大模型，我们自己是有一堆自己训练出来的大模型，甭管是文心一言还是这个通义千问，对吧？包括灵一万物都是自己从零训练的大模型，对吧？这个不需要他们去开源。当然，这个可能我们用到最多的也是 Llama 2啊，这个是开源，拿这个开源的去进行微调，这个也有人在去干。啊，这个马斯克开源大模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至于说这个想让 OpenAI 开源这个事儿是马斯克自己的想法，跟神秘国也没有什么关系。再往后啊，Group One 开源啊，这个开了个寂寞吗？你没权怪谁啊？难道还让马斯克给你连那个多 GPU 也免费提供吗？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如果你开源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用，啊，为了形成事实标准，为了形成这个整个的一些风向啊，那么你就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像美塔，对吧？他直接把70B 的这个Llama 2开源出来，他其实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希望成为事实标准啊。对吧？马斯克压根就没考虑这个问题，我就是开了你爱使不使，对吧？这个爱用用不爱用滚，他是搞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可不就开了个寂寞吗？对吧？他不考虑普通用户，不考虑普通大众的这个使用的测试的这些人，那他开了干嘛使，对吧？他就本身就不是为了开源去的，就是为了赌气去的。然后再往后啊，说这么大个国家等人开源啊，我看着就是伸出头跟人说脖子在这里掐住，给我口吃的就行，千万别这么想。开源模型多了，对吧？除了中国、美国，可能现在还有一法国，就是 Mistral 这套东西出来之外，还谁行了，对吧？我这次去日本，然后发现他们当地的所有大模型都是70B，为什么全拿 Llama 2改的？Llama 2是70B，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没有拿这个开源模型真正训练出自己的模型来了，咱好歹还训练了可能100-200个，对吧？中国真的训练了100-200个大模型，
而且号称是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这里头呢有混事儿的吗？肯定有但是呢，也一定是有一些真正融到了$10亿以上的钱真正做出东西来的还是存在的这个事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要等着开源，开源了，不是开源了，全世界哪个国家都能上的。这个开了源以后，我们就可以自主研发这件事儿，你这么讲的时候，你会觉得蛮丢人的但是你要想，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开了源以后都没能力自主研发，对吧？你要这么想，你就觉得哦，我们好像还可以哎，是不是？鸡蛋灌饼还在，是它还在。这个在美国的 Jeff 看好电动车，在国内的老范不看好，呃，这个跟我周围的小伙伴完全相反，我就觉得很神奇。我朋友经常让我去日本线下店，试驾比亚迪海豚这个首先呢，Jeff 不在美国Jeff 在加拿大，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我也不是不看好，我只是说呢，未来有更多种可能性，对吧？这个咱们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划分清楚不能乱讲。国内3500看哪儿生活了，在4线城市，甚至足够消费不太高的两口之家基本生活费，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跟内陆收入差距非常大，是这样的。其实你就这么想，在北上广深，你如果一个月3500的话，也不是活不下来，也有人就是北上广深也有很多一个月3500的人，他们也没饿死。范老师，你用过的开源模型，感觉哪个最好用？一个是叫做 E 我是其实蛮喜欢01万物的 E 模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Mixtra，但是 Mixtra 在我的电脑上实在有点太费劲了，对吧？这个是我用过感觉还不错的这个大模型。然后Llama 2有点实在是太老旧了等7月份 Llama 3了。而且现在呢，这个估计6、7月份 GPT-5就会下来，对吧？因为现在 Cloud 3的这个大语言版本其实已经就是超越 GPT-4，就很多人都觉得已经更好使了但是这个你这是不能容忍所以 GPT-5会来。这个 Llama 3，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吧。至于 Grok One，对不起，实在没用过，对吧？那个没有100万的服务器让我去玩都不用说海豚国内开上海鸥的也不少这是比亚迪是吧？没太注意这两款车就我还是比较喜欢新势力那些车甚至不用海鸥50宏光 mini 也是满大街都是好吧。对，其实我在日本我就看他们的车都很干净这个很棒。然后我今天出去溜一圈，把车开出去，发现又在下雨。然后你想我从年前就没有洗过车，这个车等哪天洗完车，然后给大家拍一张照片，看看我那个很帅气的这个福特这个探险者再往后这个谷歌、苹果牵手用 Gemini 填充 iOS18这件事情有人说了，据说国内要跟百度合作，我呸这个也没要呸吧。但是国内的百度文心一言确确实实不太好使。我现在感觉国内的 Kimi 还挺好用的。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阿里的这个通义千问也挺好用的，因为通义千问现在可以放10兆的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1000万字的这个上下文窗口嘛。所以我现在干好多事情都是把一堆的 PDF 咵一把扔进去，然后说来告诉我他们都说了些啥，对吧？这个效果好极了，不是一般的好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百度怎么说呢？让他们干吧，那能怎么办呢？还有人说说外国人对于恩怨跟亚洲人不同此项有恩，不代表下个项目不能此项有仇，不代表下个项目不能合作。这个确实是如此，就是外国人呢，确实有的时候叫一码归一码，对吧？你这个事情大家混得很开心，但是下一个事情你得罪我了，我就起诉你他们经常干这个事情。然后起诉完了以后呢，可能还依然可以做邻居，可以做朋友，
对吧？它这个反正好很有意思，但是国内呢就喜欢这个纠缠不清，对吧？所有事情眉毛胡子一把抓都抓在一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再往后啊，就算合作应该也是暂时的，苹果必须研发自己的 AI 系统，这东西实在太重要了。未来就是 AI 主导的世界，没有自己的 AI 主权的公司根本没资格当科技巨头。这个话呢说的有点过分了啊！你想，苹果难道没有尝试过做自己的搜索引擎吗？其实尝试过，但是没做出来，对吧？他不也就认了吗？认了以后，它依然是世界巨头，而且是市值第二的公司，对吧？它的市值是比谷歌高的，对吧？第一是微软，第二是苹果，第三是英伟达，第四是谷歌吧？好像是这样。现在谷歌跟英伟达谁高谁低，我现在搞不太清楚了啊。这个可能还是谷歌高啊，英伟达在后面啊，英伟达好像是在后面，但是我不确定，咱们就不要去做一个结论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再往后看，这个这个有人说了，说这不叫强强联手，这叫做 AI 时代的两个 loser 抱团取暖，类似当年微软找诺基亚做 Windows Phone 的意思。哎呀，这个话说的还是挺应景的啊！我当时都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个现在想起当年的 Windows Phone 真的是唏嘘不已，对吧？这个有点感觉啊，有点感觉，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啊。还有啊，这个有人说了，说博主有个地方讲错了，IFTTT 没有被收购，这个叫 Shortcut 这个 APP 是苹果收购了一个叫 Workflow 的程序去做的啊。这个事情啊，你说对了啊，这个确实如此啊，这个是我自己记错了，是 IFTTT 呢，但好像是最后一次融资是2018年，再往后就再也没有传出什么消息来了。然后这个项目应该也不怎么盈利，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不好说啊。啊，这个有可能还活着，或者说已经变得很小了。啊，这个苹果后来是收购了另外一个叫 Workflow，对，啊，这个就是我说错了，你再告诉我，然后呢，我会去核实一下，啊，如果我确实发现是我错了呢，我会出来这个刊物啊，就会在读屏的时候刊物。好，这边我现在一边用Kindle 看，资中军写的书籍《20世纪的美国》，一边看老范的直播。我觉得你还是听就好了啊，这个两边看这个事儿还是有点累的。这个事情就很神奇，北方稍微经济好点的城市，空气差的一塌糊涂，稍微下雨车就没法看了。但是如果下的很大的话，车还是很干净的啊。这个我也在用 Kimi，体验不错，是 Kimi 还可以。快结束了吧？是的，我们还有4条评论啊，还有3条评论吧，然后再看看网上还在讲什么。太早了，从来没赶上，除了日本那次啊，是吗？日本那次因为是在上午啊，这个，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定时的随时直播，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装药盒的时候会经常有人赶上，因为它也是有时候会特别晚啊，这个特别在美国的有时候会赶上。我刚去日本的时候，第一份兼职是去机场的仓库分货，几乎每台卡车都是干净的，会反光那种程度的。当时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那个卡车在满街跑都是锃亮锃亮的，对吧？这个一点脏东西都没有。我觉得你把它擦成这么干净也需要耗时间啊，这个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干的。这个我也没想到，WinPhone 当年确实挺惨啊。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我倒是能想得到啊，这种大公司干这种事情，确实它就这样，就是太政治正确，对吧？我们这样也不能弄，那样也不能弄，一定要是最正确的结果，只有唯一的结果，对吧？它是这样来搞的。好啊，还有3条评论啊，是今天早上这条，这个我觉得挺奇怪。我早上这条我觉得录的还挺好的，结果没人看，啊，就是川普的这个 Truth Social 买了个壳上市去了这个事儿，
第一个呢，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川普的这个新换的这个公司啊，就是因为它叫 DWAC 收购这个叫TMTG 这个集团之后啊，就是把这个 Truth Social 收购以后，要修改股票代码叫 DJT。我说这 DJT 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意思叫 Donald John Trump，就是这个就是川普的全名。然后川普原来还有一家上市公司也是用的这个代码，就是川普以前的这个酒店、赌场和这个度假村上市的时候呢，也是 DJT 的这个代码现在依然是 DJT 代码，实际上就是它的全名的这个叫做缩写，第一个字母首字母缩写然后呢，川普的上一家公司呢，最后是退市了所以把这个代码给它留下来了。而且是大概2015年，他这个酒店还申请破产，然后后来是缓过来，但是把这个酒店卖掉了，所以很多人就嘲笑川普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亿万富翁对吧？这个你经营的生意都不怎么样，对吧？也从来也没做好过，这个包括川普大厦所有这些东西，对吧？你这个行不行啊？这个这也是 DJT 这个股票代码的由来吧。”就是他上一个公司叫 DJT这个公司依然叫 DJT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当时在讲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没查，我当时还以为这个川普手下应该有一堆上市公司，因为像我们以前都是这个，特别在盛大的时候，手下大概有3、4个上市公司，对吧？所以我觉得川大爷这个手下有一堆上市公司是一个正常的所以我说川普可能多了一个上市公司，但其实不是川普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上市公司。他上一个公司其实是因为经营不善挂掉了已经不属于川普本人了，虽然依然叫川普大厦，对吧？但是现在是由另外一个单独的集团去运营的。然后还是川普的这个 Truth Social 买壳上市这个事情，说收盘前70块，做空了 DJT，20分钟暴跌到60块，赚了点，感谢川普。这个好吧，这个我们不做任何投资建议但是呢，它这个股价呢肯定是不合理的没有技术，没有数据。咱们这么想吧，它200万活跃用户，对吧？这个卖了55亿，然后呢，这个叫做谁呢 ？Twitter 430亿卖给这个谁？卖给这个埃隆·马斯克的时候有多少活跃用户呢？那大概有6亿多还是5亿多是这么多。实际上是这个Truth Social 的应该算是有200倍到300倍左右的一个用户量，对吧？然后还盈利，还挣这么多钱，它才值440亿。然后呢，你这个而且还有像这个埃隆·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大网红，对吧？但是你川普的这个 Truth Social， 你凭啥值55亿呢？对吧？这个事儿它没法整因为像我们以前做项目估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叫同类项目比较法，就是你是做这个的，我也是做这个的，对吧？你值这么多钱，对吧？你有这么多数据，我呢，数据比你是你的一半对吧？那我是不是应该值你一半的钱呢？对吧？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么干这个活的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的项目估值方式。那你说以这样的估值方式来去评估川普的这个 Truth Social 凭什么值这么多钱？这不扯淡吗？这不可能的吧，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还有人问说这个老范这个 ARK 怎么跟女股神这个木头姐的这个公司同名呢？但是这个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是字幕是自动识别的这个所以它有时候读的不对就识别的不对。这个女股神的这个公司呢叫 ARK 然后投资川普的这个 DWAC 这个基金呢叫 ARC它是2个不同的基金。而且呢，还有一点特别有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在刚刚结束的一个诉讼是叫 DWAC 呢是把这个 ARC 给起诉了，是他最大的股东和投资人为什么起诉他呢？是因为这个叫谁呢？这个 ARC 不在这个收购川普的这个协议上签字，对吧？他说你原来给我有一个协议你一旦成功收购了川普这公司以后，你要单独分给我多少股份要给我这个
存托股票。然后呢，这个事情呢，DWAC 并没有完全的去实行，然后他就把这个说我就不签字，你就必须给我。然后这个 DWAC 就跑去法院把他起诉了，然后呢，这个 ARC 败诉，说只能在这个上面签字所以这个事情才算正式通过。如果真的是说给了一堆股票，给了一堆股权给到了 ARC 了，那川普的可能第一大股东就是上海的一个基金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好线上的都读完了，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范叔聊过《三体》没有这个但是这样就是《三体》这片子我还没看呢，没看咋聊？我至少得看了才能聊。但是看着这种大部头，现在有点懒得看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 Jason 黄和扎克换皮衣穿这个是什么故事？没看到DJT 又盘前到69块了这个反正不做任何的这个叫做投资建议扎克常穿的服装的是 T 不是皮衣对，扎克伯格是 T 恤，然后有时候会穿什么小羽绒服穿这些衣服。这个也个别时候穿西装，他反正穿西装也不好看。这个怎么看阿里减持 B 站和小鹏汽车，他就是没钱了，就这么简单呗。腾讯实际上早就在不停的减持，对吧？把各种投资的项目都减持掉了，那也轮到阿里了呗。阿里现在所有的现金都拿去投大模型了，对吧？国内所有大模型厂商，它基本上都是这个除了腾讯和这个百度、字节之外，剩下的大模型厂商，阿里基本上都是第一大股东。这个事儿他也在努力的折腾。本来股市就不是理性居多的，好吧？没点赞的小伙伴该点赞了，对，点个赞，咱们也差不多了。外套是淡黄色皮衣这个我还没看，这个等回头去研究一下小扎同学的这个穿衣新品味吧。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到这里了。今天有233个人看我们的直播。阿里才是 all in AI，是这样的阿里确实是 all in AI 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老范读评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下周三晚上再见，结束直播。